半夜我接到岳父的电话，说岳母出车祸了，叫我赶紧带钱去医院。我连忙和老婆说，咱妈出车祸了，家里没有钱，先用你的彩礼垫上。老婆一听急了，不去，你妈出事，凭什么动我的彩礼啊？你不能跟亲戚借吗？我惊愕地看着老婆，没想到她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。我说，人命关天，你还在乎你的彩礼？她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地跟我说，那你给我个借条，无论用了多少，到时候一定会不及我。我呆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彩礼本来就是我家出的，现在拿去救他的亲妈，凭什么我还要补上啊？老婆却表现得很认真，不过现在每一秒都是救命时间，跑去书房拿了纸笔，一本正经地跟我说，你写上去，就说今天借我的钱去治疗，保证一定会还钱。我呆呆地说，那是咱妈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老婆打断了我的话，她激动地说，是你别闹了，彩礼是你们家给我的保障，现在出事了，马上花我的保障金。那以后你们要是不还给我呢？你要是真的为我考虑，你就会去借，而不是一开始就动用给我的彩礼。我真的想不明白。我再一次跟老婆强调，那是你妈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？老婆委屈地看着我，忽然止不住掉眼泪。她哭着说，你开始道德绑架了是吗？你一开始就是想道德绑架我，把人命和彩礼做对等，强迫我二选一。你有这么多亲戚，你明明可以去借钱，或者你就写个借条给我。我被气得发抖，我问，我凭什么写借条啊？老婆激动地说，那也让爸来写。他这么大个人了，自家的媳妇凭什么要小辈的彩礼去救？我强忍着怒气，只能说，好，你先写借条，等到了医院，我让爸来签字画押。老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。她一本正经地写着借条。这个时候，我岳父的电话忽然打进来了。我知道，他是想催我们赶紧去医院。我接通电话，岳父就着急地说，钱呢？先打几万块给我啊。我扭头问老婆，时间紧急，能不能先打款？我记得你不是存了点钱吗？老婆激动地说，不行，签了借条再打款，万一他以后不还钱呢？电话里的岳父愣住了，他呆呆地问，那是我闺女在说话吗？什么还钱？她在说什么东西？我诚实地说，爸，你别生气，她在写借条，她怕你到时候不还钱。岳父不敢置信地问，争分夺秒的时候，他还在写借条？我说对，等你写了借条再打款。刹那间，岳父估计是气疯了，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尖锐。他激动地大叫，这个无情无义的畜生！岳父的说话声音太大，被我老婆听见了。他连借条也不写了，冲上来夺过了我的手机，激动地大吼，你骂谁畜生呢？不要脸的老东西，自己没本事给老婆交医药费，出事还骂我，我不借了。老婆说完以后，将手机狠狠砸在了地上。我连忙捡起手机，却发现手机屏幕都被摔裂了，而且还黑屏了，怎么都打不开。老婆气得全身都在发抖，她说，老东西敢骂我，还尖着个嗓子，叫起来跟太监一样难听。这个时候，她的手机忽然响了，电话屏幕上的备注就是爸爸，和我给他爸的备注一样。老婆拿起手机，冷笑着说，还想打电话来骂我是吧？只见他拒接了电话，然后冷冷地跟我说，是他先骂我的，我现在不借了，你自己去找亲戚借钱吧，别动我的彩礼。我崩溃地说，你怎么能不出钱？身为子女，在这种时候见死不就是犯法的？他不高兴地说，别拿法律来压我，我只是跟你摆了婚宴，我还没跟你领证，法律管不着我。我告诉你啊，把我逼急了，我马上跟你分手，彩礼也不退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呆呆地说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都说了多少遍，那是你亲妈啊。他先是一愣，随后冷笑，为了让我出钱，开始咒我亲妈了是吗？如果那边是我爸我妈，你觉得我会相信我亲爸骂我畜生吗？我真的顾不上老婆的无理取闹了，反正我知道银行卡密码，我急忙拿了银行卡，急匆匆的就往外走。可老婆却急了，她一把抓住银行卡想抢回去，我不让她抢，她竟然还低下头，狠狠咬在了我的胳膊上。我痛得要命，急忙丢开了银行卡。她下嘴太狠了，竟然把我的胳膊
咬出了一个血印子。我痛苦地捂住胳膊，他却抱着银行卡躲在了角落，满脸憎恨。察觉到我的怒火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都要动手抢彩礼了，果然是你亲妈，还跟我在这里装。那要是我亲妈，你能急得动手抢吗？”我说：“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爸妈问。”他冷笑道：“你当我是白痴啊？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让我爸妈知道这件事，配合你一起道德绑架我是吗？这件事情不许你跟他们说。”老婆说着说着，竟忽然拿起一把剪刀，对准了银行卡。我急忙大喊：“不要！”老婆警惕地看着我。我着急地说：“你听我讲，那卡是为了给你存彩礼，陪你去银行新办的，都没来得及绑定手机银行。如果你把卡剪了，这钱我们今晚就用不上了。”老婆冷冷地说：“也许我就该这么做。当老东西骂我是畜生的时候，就该想过我不会任由人欺负。”我崩溃地说：“那是你爸！”老婆满脸癫狂，她大叫着说：“他不是我爸，他就是个不要脸的老东西。他没本事给老婆掏医药费，就想骗我的彩礼。你也不要脸，联合你爸骗我的彩礼。”他似乎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，竟然把银行卡剪断了。我眼看着最后的希望被剪断，全身无力地瘫坐在了沙发上。我呆呆地说：“完了，全完了。”他冷哼一声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自己上医院看你妈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再说了，你有什么好慌的？现在法律有规定，医生必须抢救患者。”我无助地说：“医生只保证抢救活过来，维持最基本的生命体征。要是卡里没钱，就决定不了医生使用的药物、设备和后续治疗。有可能现在救活了他，他过几天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残疾，甚至死掉啊！”老婆耸了耸肩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你还愣着干嘛？你可以找亲戚借钱呗。哦，对了，我不跟你领证了。”我愣住了，他不跟我领证了，他还要我找亲戚借钱去救他的亲妈。我问：“为什么不领证？”他说：“谁知道救那老太婆要花多少钱啊？万一是个无底洞，债务是夫妻共同承担的，到时候我一辈子也被你毁了。大不了我及时止损，不跟你结婚了。”我崩溃地说：“我想不明白，拿钱去救妈妈，怎么就算毁了一辈子？”老婆走到我身边，她真诚地跟我说：“你听我讲，妈年纪已经大了，让她就这样走掉不好吗？”我呆呆地问：“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”老婆说：“你别怪我无情啊，我跟你算一笔账，出车祸到要抢救的地步，那治疗费怎么都要花几十万吧？我们以后生孩子怎么办？就为了救老太太，连小孩的学区都不考虑了吗？”我陷入了犹豫。让我不再犹豫的是，老婆补充了一句话：“我实话跟你说，如果医药费超过30万，我一定跟你离婚。趁着我们还没领证，我们赶紧断了关系。”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他说的好像有道理，为丈母娘花掉30万，还要跟老婆离婚，到头来我变成一个负债的光棍，那我得到什么了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婆的手机又响了，原来是岳父打电话打不通，开始发短信了。他发的那些短信，别提骂得多脏了。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刚拿了30万彩礼，你却不愿意救妈妈，你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一家人还要我签借条，马上打钱给我，否则我要你的命！老婆叹了口气，她没有点开短信，而是将通知界面递给我看，说：“你看见他怎么骂我，怎么恐吓我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咱爸只是气坏了。”老婆摇头说：“他不是我爸，从这一刻起，他在我心里只是个恶心的老东西。”我没有办法再跟他聊下去了。我看出岳父很着急，现在人命关天，我只能拿来他的手机说：“我能打给亲戚朋友借钱吗？”他说：“随你，但就像我说的那样，我们还没领证，我们现在算不上夫妻共同债务。如果借的钱太多了，我们谁也别拖累谁，和平分手。”我点点头，然后在她的手机里找到了她闺蜜的电话。我正要拨打，老婆看见了备注，她急得一把抢过手机，呆呆地问我：“你跟谁借钱呢？”我说：“跟你闺蜜啊。”老婆气得满脸通红，她说：“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凭什么跟我闺蜜借钱啊？你没自己的亲戚朋友吗？”我诚实地说：“你把我手机摔坏了，我没法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打电话，只能找你的亲戚朋友了。”她恼怒地说：“
你怎么这么贱啊？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一个亲妈躺在手术台上都能不管不顾的人，竟然说我贱。老婆却气得破口大骂：你妈要死了，凭什么让我的亲戚朋友借钱？你自己家里有祸事，不要带去别人的家庭好不好？我说，你别无理取闹了，咱妈等着你借钱救命呢。他冷笑着说：行啊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响。我没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老婆继续说：你知道我不肯拿出彩礼，就让我承担亲戚朋友们的债务，到时候你就赖账不还，让我不得不用彩礼还钱，是这意思吗？我说，那不废话吗？我凭什么要还你亲戚朋友钱啊？你都说了彩礼是保障金，现在不就是动用保障金的时候吗？放你的屁，那是给我的保障金，是我一个人的。老婆激动之下忽然打开微信，在他的家族群里发了语音消息。他说话的时候因为过于愤怒，讲话的声音都在发抖。大家都听好了，我男人如果找你们借老太婆的手术费，你们千万不要借，到时候我100%不会还钱，老东西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关系。他说完以后，家族群很快就发来了消息。老婆家里估计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他舅舅在群里吃惊地问：你还是个人吗？老婆没好气地说：舅舅，你不知事情原委，你不要乱评价好吗？他打算用我的彩礼来付医药费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他舅舅更吃惊了，忍不住说：那你就用彩礼付啊，人命关天，你还顾得上自己的彩礼吗？老婆气得大骂：凭什么用我的彩礼啊？给你面子叫你一声舅舅，不给你面子你连个屁都不是。我的钱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支配了？老婆正好是群主，竟然直接把他舅舅踢出了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岳父再次发了一条短信过来，出现在手机提示最上方：我马上来你新家拿钱，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畜生，我真宁愿杀了你。老婆正在踢人，看到那消息提示，她气得火冒三丈。她划开提示，不点入短信，而是直接拨打了110。打电话时，她还扭头给我说：你也看到他的短信了，他说要杀了我，我现在就报警抓这老东西。我急忙说：别报警，咱爸只是在气头上，妈还在医院里呢，你报警抓人，他怎么照顾咱妈？他冷笑道：你就别替他求情了，真恶心。我看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了，你就是那种会让老婆受委屈的男人，嫁给你真是瞎了我的眼。我呆呆地说：我什么时候让你受委屈了？他气愤地说：一开始你想拿我的彩礼，然后你想跟我亲戚朋友借钱，强迫我用彩礼还债，现在我被人身威胁了，你还不让我报警抓人，我受的委屈还不够多吗？他说到后面的时候，激动的口水都喷我脸上了。这个时候报警电话接通了，老婆快速地说：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说要杀我，他正在来我家的路上，求你们快点过来。他说了我们家的地址，接线员立即说：好，这边已经安排警察过去，你锁好房门，保护好自己，等警察过去才能开门。老婆挂了电话，他冷笑着说：我才不会锁门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吃惊地问：你想干什么？老婆说：他刚才是怎么恐吓我的，你没看见吗？我非要老东西动手打我，然后等警察来了，我就去做伤情鉴定，把他送进监狱。我不敢置信地说：你疯了，你竟然要把咱爸送进监狱？他却表现得格外激动，对我大吼大叫：是你疯了，他才不是我爸，你一开始就没有站在我这边，我真后悔嫁给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跟你领证了，彩礼我也不退，你不服就上法院告我。我看着歇斯底里的老婆，真不敢相信，她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有些庆幸，我庆幸今天躺在病床上的不是我亲妈，否则后果会怎么样，真的不堪设想。我咬牙切齿地说：行，我明天一早就跟法院申请冻结彩礼，直到退还给我。老婆冷笑说：笑死我了，你只管去冻结呗。老太婆躺在病床上等着用钱，全家指望的彩礼却被冻结了，想想我就笑死。我真的不明白，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？但今天晚上的老婆已经让我看清了她的为人，我不会娶这样的女人为妻，我也不会为这样的女人背上债务。幸好我认识律师，我和老婆结婚之前，他就强迫我签婚前财产协议，
还联系了律师给我们当第三方。协议里规定，一旦我们领证，他的财产还是他的，我无权拥有，但我的房产他占一半。我拿来他的手机，给律师打了电话，诚恳地和律师说，我们夫妻俩的资料，他律所里全都有，请他帮我写一份申请，紧急跟法院申请财产冻结，明早第一时间交上去，用最快的速度冻结资产。老婆看我也狠下心了，坐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，对，快申请冻结，真的要把我笑死，冻结了也比给你妈救命要好。我没好气地说，是你妈要死了。对我而言，既然老婆放弃跟我领证，那丈母娘已经不是我妈了。老婆一听，顿时暴跳如雷，她指着我的鼻子说，嘴巴放干净点，你自己家里要死人了，你别咒我妈。我诚实又激动地说，一开始就说了，就是你妈要死了，我撕烂你这张嘴。老婆压制不住心里的怒火，突然就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我正想说，一直都是你亲妈出车祸，她就已经抓住了我的脸，使劲扯，还把手机往我嘴里塞，咬牙切齿地说，我叫你乱讲话，自己家里要死人，就咒别人的家，我妈没得罪过你。我被手机堵住嘴，说不出话，而他还着急地扇了我几个耳光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爸妈都没打过我，一股怒火在我的心中沸腾。尤其是老婆刚才亲口说了，她不想退我彩礼，这股愤怒更是让我难以控制。我也抓着她的头发，狠狠在她的脸上砸了2拳。本来想对我动手的老婆，被我2拳给打懵了。她往后退了几步，脑袋昏昏的，差点站不稳，然后不敢置信地看着我说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没好气地说，你先动的手，我为什么不能打你？我和你拼了！你打我吧，你最好把我打得满身是伤，大不了我把你也送进监狱。老婆顾不得理智了，她明明知道自己打不过我，却还是大哭着朝我扑来。我俩没有扭打在一起，因为她说的对，她根本就打不过我。每当她想用指甲抓我的脸，我只要推一把，就把她推到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她眼看自己打不过我，就满嘴脏话，越骂越脏。我希望你妈死，我希望你妈今天躺在手术台上，用最痛苦绝望的方式去死。自作孽不可活，就因为你是个下贱的男人，活该你妈要死。我冷冷地告诉她，是你妈要死，你别咒我妈。她再次暴怒起来，吼叫着又要跟我拼了。情急之下，她甚至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果刀，尖叫着朝我冲过来。我一耳光扇在了她的脸上，她顿时被打懵了，而我又抓住她的手腕，狠狠一扭，在巨大的力量差距下，她惨叫着扔掉了水果刀。眼看自己打不过我，她就满嘴大骂，你妈死了，你妈今晚就会死，我明天就要开香槟。我已经受够了她的无理取闹，我抓着她的脑袋，将她摁在了厨房的水池里，打开水龙头，好好洗一下她这张嘴。老婆顿时喘不过气，脑袋被摁在水池里，又哭又叫。我冷冷地问，你妈够了没有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自私的那个人是你？就算出事的是我妈，真正的夫妻一定会帮助双方的父母。她吐出嘴里的水，眼神恶毒地看着我说，你就是自私。如果今天躺在病床上的是我妈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出钱，我也不会拖累你家。我皱着眉问，你跟我说这种话？她激动地说，真正的夫妻才不会拖累另一方。你是一个自私的畜生，你满脑子只有夺走我的利益。如果今天是我妈出事，我就会为你考虑。可你呢？你根本不为我考虑。我点点头，好，记住你说过的话。就在这时，那厨房的窗户外可以看见一台熟悉的车子开进了小区，来到了我们楼下。那是我岳父的车。老婆一见到楼下的车，马上激动的大叫，你完了，我爸来了。你这下完蛋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果然是岳父从车里走了出来。他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，老婆打开了窗户，岳父强忍着怒气说，下来说话。老婆却急着想让岳父教训我，对着岳父大喊，你上来啊！毫无疑问，在岳父看来，老婆的这个举动跟挑衅没有任何区别。岳父脸上果然多了怒意，他急匆匆就往楼里走。老婆松了口气，估计是父亲的到来给了他勇气，他一把推开了我，哭着对我大叫，我爸肯定是看到群里的消息，他担心我就赶紧过来了。你完蛋了，
我爸一定会打死你。”我没想到岳父来得这么快，岳母还在医院里抢救，能让他放弃在手术室前等候，急匆匆开车赶过来，我不敢想象他该多愤怒。不过也好，既然他来了，那就不需要我动手了。老婆还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，她推开我之后，急匆匆就往屋外走。她很有心机，估计是不想这么简单放过我。在她往外走的时候，她把自己手上能接触到的东西都砸了，茶几上的花瓶、门口的鞋柜都被她举起来狠狠砸在了地上，搞得满屋子狼藉，伪造出一种刚经历过剧烈家暴的现场。她还特意把自己头发弄得很乱，看起来一副被我打惨了的样子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她回过头看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完了，你不该招惹一个有父亲的女孩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”她打开门，然后竟然跪在了楼道上。电梯正在上升，那自然是岳父正在上楼。老婆看着电梯上升，等楼层接近了，她马上嚎啕大哭起来，保证电梯里面也能听见她的哭声。随着电梯门打开，岳父满脸铁青，从电梯里走了出来。眼看着自己爸爸走来，老婆立即大哭了起来：“爸，他打我，就因为我不愿意拿出彩礼去救那个死老太婆。”简单的一句死老太婆让岳父握紧了拳头。老婆还在哭诉：“我要跟他离婚，我偏不遂他的愿，我宁愿钱被法院冻结，也不给他拿去当医药费，我就要那老太婆躺在病床上，感受死前的绝望。”岳父脑子还是正常的，知道现在救人第一，他没有理会女儿的控诉，而是忍着火气对我问：“存彩礼的卡呢？”我耸了耸肩，诚实的说：“我本来想抢了卡去医院缴费，但被你闺女拦下来了。她把卡剪断了，那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，今晚绝对是没钱用了。”岳父一听，顿时朝我们走得越来越快了。老婆还举起手指着我，哭着说：“我当时好不容易才从他手上抢走了卡，赶紧把卡给剪断了。”他还想继续控诉我的罪恶，可岳父已经忍不了了，他抬起脚，狠狠踹在了老婆那张虚伪哭泣的脸上。老婆正在哭呢，哪里想到自己的亲爹竟然会动手，那一脚把他踢得扑在地上，整张脸都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他回过头，捂着脸，不敢置信而又惊恐地看着自己的亲爹。他呆呆地说：“你干嘛打我？”岳父怒吼：“你妈躺在手术台生死未卜，正等着钱救命，你却要当个无情无义的白眼狼，说你该不该打？”老婆急了，她哭着说：“他妈又不是我妈，我凭什么要管啊？”我冷冷地说：“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是你妈出事了。”老婆愣住了，她说话都开始哆嗦，不敢置信地跟岳父说：“我妈出车祸了，我亲妈正躺在手术台上。”等一下，她着急地拿起手机，点开了刚才的短信。短信提示只会出现备注名，可如果点开短信的话，在备注名下面可以看见对方的手机号。她傻傻地说：“一直都是你在给我发短信吗？”岳父抬起手，狠狠一耳光扇在了他的脸上，怒骂：“不是我还是鬼啊！”老婆捂住脸，哭着问我：“刚开始打电话的那个人也是我爸吗？”我说：“一直都是你爸，我跟你强调过很多次了。”岳父没好气地打断了我的话，问老婆说：“我问你要钱，你为什么不给？现在我来写借条了，钱呢？”老婆着急地说：“我没钱，我把卡剪了。”“怎么办啊，爸？银行现在能不能上班？”岳父气疯了，他扑倒我老婆，气得举起拳头就往他脸上砸。“大晚上的，银行上什么班啊？”老婆也顾不得自己了，她大哭起来：“我不知道是我亲妈啊！我要知道是我亲妈，我肯定马上打钱啊！”也许是场面太混乱了，我们都没注意到电梯已经下去了一次。随着电梯再次打开，2名警察走了出来，一看见岳父正在打我老婆，马上就把岳父给摁住了。岳父没想到竟然会来警察，他惊得大叫：“谁报的警？”我说：“你女儿。”刹那间，岳父面如死灰。老婆崩溃地说：“爸，我报警不是为了抓你，我本来以为是我公公。”他回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这个贱人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，我马上去医院。你赶紧联系亲戚朋友，能借多少就借多少，明天就去银行取出彩礼还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愣了一下，
着急地说：“我妈等着用钱，你还问为什么？”我耸了耸肩说：“我们已经决定不结婚了，为什么要用我的彩礼去救你妈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如果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你妈，你绝对不会拖累我。”老婆呆若木鸡地看着我，这是她亲口说过的话，我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忘了。她着急地说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想我承认自己错了是吗？好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”我笑了，她到底是多么自信的一个生物，竟然觉得自己的道歉如此珍贵。我摇头说：“我曾经以为夫妻就是同甘苦共患难，直到你让我明白，原来当我父母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，你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和我切割，动我的彩礼，你不配。”老婆急了，她连忙劝警察别再摁着他爸，着急的跟岳父哭着说：“爸，你快帮我说说话啊，妈还等着我们救命呢。”岳父憋红了脸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他已经完全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他呢喃道：“你清清楚楚的告诉他，如果是你婆婆出事了，找你们拿救命钱，还要签借条是吗？”老婆哭道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改，你快帮我说说啊。”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让我怎么开口？我们现在无论说什么，都是自取其辱。”老婆面如死灰。我点点头，看来岳父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可惜家门不幸，出了一个这样的女儿。岳父推开了老婆，他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，然后失魂落魄地往外走。老婆急忙问：“爸，钱不要了吗？妈可怎么办啊？”岳父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跟亲戚朋友们借，大不了我把房子抵押了。别叫我爸，我没养育过你这样的畜生。”气氛一下变得很糟糕，老婆已经顾不上跟警察乱告状了，她爬起身抓住我的胳膊，着急地说：“你把钱给我好不好？就当是借我的，我以后一定还给你。我妈要死了啊！”我冷冷地问：“我妈的命不是命吗？”她崩溃地说：“你是个男人，你大度一点不行吗？”我笑了，我说：“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表现的难道还不够大度吗？”她呆呆看着我，顿时说不出话来。情急之下，她跑回了屋里，拿出了被她剪成2半的银行卡。她尝试着想把卡给接回去，这样好歹能去医院刷卡。然而，这怎么可能有用呢？只能怪她刚才太绝情，直接从芯片部分把卡一减为2。现在她唯一能用的就是她存了的那一点钱，可惜那点存款不多，也就2万块，放在一个急需抢救的人身上，简直就是杯水车薪。老婆只能哭着跑出去了。医院会坚持基本的生命抢救，但涉及到不同价格的药物、设备和后续治疗，都是要用钱来砸的。这就好像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并发时进了医院，医院会把他抢救过来，但如果要医院自掏腰包给他换一颗高价的人工心脏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满地狼藉的场面，最终只剩我和警察解释了事情经过。警察们听过以后都特别感慨，一位警察还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他叹着气劝我想开点，说我值得更好的。我将屋里打扫干净，顺便还叫了一个锁匠过来，直接把我的门锁给换了。我整理出老婆所有的东西，将这些东西都放在了门口，就如同婚前协议里签的那样，在我们领证之后，这个房子有他的一半。但我们还没领证呢，他也说过自己不会再跟我领证了。那我的这个房子，他是没资格再进来了。事实证明，换门锁是对的。当我将屋里都整理干净后，我听见了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。很快，外面的老婆就发现门打不开了，她着急的敲门，哭着跟我说：“老公，我存款已经花完了，医生跟我们说了后续治疗费用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我去 ATM 机无卡取款，最多只让我取2万，我快疯了。”我平淡地说：“你还真贱啊，都说不给你了，你还跑去取2万？你明明承诺过，如果是你的母亲躺在手术台上，你一定不会把我拖下水，你等着吃官司吧。”他大哭，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只能低声下气来求你，到底要怎么样，你才愿意原谅我？我叹了口气，只怪这傻子自作主张，把银行卡给剪了。如果他没剪银行卡，那他完全可以在律师跟法院申请冻结之前，赶紧去医院使劲存医疗卡余额。他还有一个办法，
就是明早赶紧带上损坏的银行卡去人工柜台取钱。但这没用，我们这是小县城，银行网点不多。我已经和我妈打过招呼了，她听了以后气疯了，她明天就会带上老年闺蜜团分批行动，去各个银行网点蹲着。只要老婆敢私自去取钱，她就会见识到中老年妇女们撒泼闹到银行不敢给款的本事。我冷笑，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在你以为是我妈出车祸的时候，你和我已经有了杀母之仇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恩断义绝。她哭着问：你真的选择不要我了吗？割断我们的感情，这就是你的选择吗？外面还在哭喊，我却已经不想听了。我戴上了耳机。我的选择，此时此刻，我的选择当然是后羿，因为对面5个傻子竟然没有选音控类英雄，这一局拿后羿，岂不是嘎嘎乱杀？我躺在沙发上，没有人吵我、闹我，而我舒舒服服的一直玩到了晚上2点，才恋恋不舍的放下了手机。我都快忘了，本来我过得有多么潇洒。之前因为要结婚，我把年假都请了，这几天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。仗着有假期，凌晨2点我还不想睡，确定老婆不在门口后，我给自己点了烧烤，还从冰箱里拿了啤酒。我坐在桌前吃着烧烤，想起以前为了存彩礼时的窘迫，而现在我毫不心疼的打游戏吃烧烤。我忽然在想，这或许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机会。虽然我过得很舒坦，但老婆可就不舒坦了。她之前把舅舅踢出了群，又低声下气去找舅舅借钱，尤其是他不肯掏钱救自己亲妈的事情传开了，大家都骂他是白眼狼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他解释了，但解释有什么用呢？他解释之后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以为婆婆要救命的时候捂紧了自己的彩礼，他的名声已经臭大街了。第2天，律师就帮我跟法院提起了诉讼，因为是紧急情况，法院很快就冻结了银行卡。为了救人，岳父不得已卖了房子，总算把岳母救了回来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岳母听说了自己女儿的所作所为后，气得差点高血压犯了，把她赶出了病房，说她丢尽了自己的脸面。法院的判决很顺利，全额返还彩礼。因为法官毕竟是人，有这样的背景故事，就导致了老婆在法官面前的形象特别差。当我们在法院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她仿佛老了10几岁。等法院判决后，她哭着问我：现在没人肯要我了，大家都瞧不起我，你满意了吗？我知道你是故意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等我想复合的时候，你可以趁机提出不给我彩礼，免费娶我，对吗？我惊愕地看着他，不敢置信地说：你怕是脑子有肿瘤吧？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